第25时区的情书，翟一莹成柯纯，这对 CP 真的太会了。如果你最近正在寻找一部能够让你一边姨母笑，一边心碎到怀疑人生的短剧，那么我真的要认真推荐一部作品。第25时区的情书，这部剧由翟一莹和柯纯主演，故事上线后很快就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根据目前公开的剧目信息，这部作品于8月22日上线，主演阵容包括翟一莹、柯纯等人。而真正让我觉得这部剧值得聊的，并不只是剧情本身，而是翟一莹和柯纯之间那种非常自然的 CP 感。你会发现，他们的化学反应不是那种刻意制造出来的甜，而是一个眼神、一个停顿，甚至一个很小的动作，都能让观众瞬间进入状态。上一秒还在因为两个人的互动疯狂姨母笑，下一秒剧情突然给你来一个情绪暴击，然后你刚准备哭，下一场又甜回来。这就是这部剧最让人上头的地方，甜到心动，虐到心碎，心碎之后又重新把你拉回心动。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观看体验，我只能说，这不是单纯的恋爱剧情，这是情绪过山车。尤其是翟一莹，她在情绪戏里的表现真的很容易让观众带入。开心的时候，她不是那种特别夸张的表演，而是通过表情和眼神，让角色的幸福感一点点传递出来。但到了难过的戏份，情绪又完全不一样，那种委屈、犹豫、想说又说不出口的感觉，会让人很容易跟着角色一起难受。而最厉害的地方是他哭戏里的情绪变化，真正让人有感觉的哭戏，从来不是单纯把眼泪流下来，而是你能感觉到角色为什么哭，是舍不得，是误会，是无奈，还是明明还爱着，却不得不做出选择。翟一莹在这些细节上的处理，会让角色显得更加真实。而柯纯同样很有意思。如果说翟一莹负责把观众带进情绪里，那么柯纯就是负责让这种情绪继续发酵。他的角色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表面看起来可能比较克制，但在面对女主的时候，那些隐藏起来的情绪就会慢慢暴露出来。尤其是两个人同框的时候，你甚至不需要剧情解释太多，一个眼神就已经够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看完之后会忍不住感叹，柯纯和翟一莹真的太有 CP 感了。而且他们的搭档感不是第一次让观众注意到，很多观众对这组组合的期待本身就来自他们过去合作时积累下来的默契。所以当两个人再次出现在同一部作品里，自然会产生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终于又等到了。而这一次第25时区的情书又把这种化学反应放大了，从甜蜜互动到情绪拉扯，剧情不断切换节奏，让观众很难真正冷静下来。你以为这一刻终于要甜了，结果下一秒刀来了。你以为两个人终于把误会说开了，结果又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但也正因为如此，观众才会一直追下去，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这也是短剧非常容易让人上头的原因，一集接着一集，本来只是想着看几分钟，结果回过神来，怎么已经追完了？而且这部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它没有完全依赖所谓的强行撒糖，真正让人觉得甜的是人物关系本身，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有情绪，有拉扯，也有一点点暧昧感。所以当他们靠近的时候，观众会觉得甜；当他们误会的时候，观众又会觉得着急。甚至有时候角色只是安静地看着对方，评论区已经开始疯狂尖叫。这就是所谓的 CP 化学反应，不是演员告诉你他们很甜，而是你自己看着他们的互动就会觉得他们真的很甜。而这也是翟一莹和柯纯最容易让观众上头的地方。两个人的表演都比较注重情绪表达，特别是在哭戏和感情戏中，能够让角色的情绪有一个逐渐递进的过程。所以观众看到的并不只是剧情，而是角色的情绪变化，从心动到期待，从误会到心碎，再从心碎慢慢回到心动。这种情绪循环真的非常适合短剧观众，因为它会让你一直产生一个念头，再看一集
就一集，结果一集结束以后，好吧，再看一集，然后继续循环。不得不说，这种作品真的很危险，因为它很容易让人上头。而对于喜欢翟一莹和柯纯的观众来说，这部剧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看点，就是他们之间的熟悉感。很多时候，演员之间有没有化学反应，其实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有些 CP 站在一起，画面很漂亮，但就是没有感觉。有些 CP 甚至不用说话，站在那里，观众就已经开始脑补剧情。翟一莹和柯纯明显属于后者，他们的互动会让人忍不住一直盯着屏幕，尤其是一些非常细小的情绪变化，比如一个突然停住的眼神，比如想靠近却又克制住的动作，再比如明明很在意却偏偏装作不在乎。这些细节其实才是偶像剧最容易让人心动的地方，因为爱情最让人上头的从来不是一句我爱你，而是我明明很在乎你，但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而观众就会在这种暧昧和拉扯中越陷越深。所以如果你喜欢甜虐交织的爱情故事，如果你喜欢高化学反应的男女主，如果你喜欢看哭戏、眼神戏和暧昧拉扯，那么第25时区的情书真的可以加入你的追剧清单。尤其是翟一莹和柯纯这一对，他们真的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这两个人为什么这么配的感觉。更有意思的是，观众对他们的评价也非常直接，甜的时候疯狂磕，虐的时候疯狂哭，剧情一刀过来心碎，下一秒两个人重新互动，立刻复活。这大概就是追这类爱情短剧最大的快乐。你知道自己会被虐，但你还是愿意继续看，因为你相信后面一定会甜回来。而这也是第25时区的情书目前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它不只是让你看故事，而是在不断操控你的情绪，让你笑，让你心动，让你心疼，然后再让你重新期待。如果一定要给这部剧一个观众式评分，我会说10分，不，10分已经不够了，直接10分加无限符号。因为对于真正喜欢这对 CP 的观众来说，评分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合作，他们还能不能继续拍这种高化学反应的爱情故事，而我们还能不能继续被他们虐一次又一次。说真的，翟一莹和柯纯这组搭档真的很容易让人上头，甜的时候让你疯狂姨母笑，虐的时候又让你恨不得冲进屏幕帮他们把误会解释清楚。但最可怕的是，你明明知道自己会被虐，却还是舍不得退出。这就是 CP 感，也是演员之间最珍贵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最近剧荒，真的可以去看看第25时区的情书。也许你本来只是想随便点开几分钟，最后却会和无数观众一样，一边喊着太甜了，一边哭着说太虐了，然后继续下一集。而如果你也是翟一莹和柯纯的 CP 粉，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循环，心动，心碎，再心动，再心碎，但最后还是忍不住说一句，这对真的太好磕了。你给翟一莹和柯纯这次的表现打几分？10分？还是直接10分加无限？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甜虐交织的中国短剧，记得点赞、订阅频道，我们下一期继续聊更多让人上头的华语娱乐圈新鲜话题。